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你買不起房，卻總被大機構搶先一步？就在上周，特朗普一条政策炸了整個房地產市场，禁止华爾街大型機構購買单户住宅。那這個消息啊，让美國最大的单戶住宅租赁公司 Invitation Homes 股票代碼 INVH 單日暴跌了6%，American Homes for Rent。AMH 盘中更是跌了8%，但是你知道诡異的是什麼嗎？信貸公司 LDI 同一天暴漲了12.6%，這就像金融市場的蹺蹺板效應，當一端的巨鲸被趕出水域，另一端的小魚蝦突然就發现海洋变大了。機構買不了房，普通人购房需求就要回歸，傳統抵押貸款業務爆發，這個邏輯鏈簡單的就像小學數學題。但是能在第一時間反應過來投資的人啊，已經賺到了那12%的差價了。這就是2026年市場新常態，表面波瀾不驚，暗流洶湧。估值游戲的最終規則不是所有上漲都值得追。那讓我先來問你一個問題啊，你會在菜市場買30塊錢1斤的白菜嗎？不會，對吧？但是為什麼在股市裡大家卻總是追着漲到天上的股票買呢？這就是估值锚定的魔咒。真正的投資高手啊，不是無腦的定投，而是只在这個目標跌到低估值的時候才出手。看看這些血淋淋的案例 ，PLTR 有的投資者持倉回報已經超過了2000%了，聽起來很爽，對吧？但是他們完全不碰，因為估值已經高到離譜了。2024年8月，這家公司還在20美元徘徊，現在呢，財報持續超預期，所有的這個經營指標漂亮的像教科書，但顯著的高估就是高估，再好的公司買貴了也是虧錢。Meta 2022年跌到450美元時，所有的人都在喊元宇宙是個笑話，結果它漲到了800多美元，現在又回調到600美元附近。那些當初嘲笑的人又開始害怕錯過了。但聰明的錢的邏輯是，跌破600才是大舉加倉的機會，因為 AI 投資的支出增加，長期競爭壓力還在構建中。亞馬遜2024年曾經跌破200美元，當時的市場情緒極度悲觀，類似當年谷歌跌到了150美元的時候。但是懂行的人知道，亞馬遜的業務多元化、高利潤率產品占比提升 ，EPS 增長預期都還在。當前受市場情緒打壓，反而是機會。跌破200就加大買入，這不是賭博，這是商業模式的深度理解。這些故事告訴我們一個殘酷的真相：股價在高估值與低估之間循環波動。你要做的不是預測頂部和底部，而是在公允價值以下建倉，然後等待均值回歸。AI 淘金熱，如果說2023年是 AI 元年，那2026年就是 AI 軍備競賽白熱化的年份。但有趣的是，賺錢的不一定是那些做 AI 的公司，而是那些賣基礎設施的人。存儲股的瘋狂邏輯，你知道 AI 服務器的成本結構嗎？存儲占了整個物料清單成本的40%到60%，而服務器廠商的毛利率只有10%左右。這意味着是什麼呢？存儲價格每漲10%，服務器厂商的利潤就要被擠壓掉一大半。美光正在瘋狂的擴產 HBM4，月產能提升到1.5萬片，市場已經不能再把存儲股當作傳統的周期股來定價了。估值中枢永久提高，因為 AI 需求是結構性的，不是周期性的。SanDisk、SNDK、西部数据、WDC 這些存儲股啊也在跟涨。邏輯呢很簡單，輝達的黃仁勳親口說過 ，AI 存儲市場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存儲市場。但是這裡有一個致命的風險點，這些股票對利好消息不再有反應的時候，或者是供需開始緩和的時候，你就得警惕了。泡沫不是在絕望中破的，而是在狂歡中悄悄膨脹到極致。到底誰在受益呢？誰在暗自哭泣呢？我們拆解一下这個產業鏈啊，贏家有哪一些呢？輝達、AMD、博通這些芯片巨頭啊都有定價權。存儲漲價根本不影響他們的利潤，反而強化了算力稀缺的趨勢。黃仁勳每次演講都是最好的股價催化劑。微軟、谷歌、雲端巨頭資金雄厚，短期內啊可以把成本轉嫁給客戶。你以為 ChatGPT Plus 的訂閱費是白收的嗎？輸家有哪些呢？像戴爾、超微電腦、惠宇科技這些 AI 服務器組裝商沒有定價權，存儲占成本40%到60%，存儲漲價直接壓縮毛利。那營收可能會創新高，但是利潤率在下降，股價自然就保護不住了。甲骨文第二梯隊雲廠商債務沉重，毛利率呢承壓更大，這就像小餐館跟麥當勞競爭。原材料漲價時，麥當勞可以靠規模吃得下，小餐館呢只能關門。電力股的黑天鵝時刻啊，市場誤讀了這個黃仁勳的每一句話啊。1月7日的時候啊，電力龍頭股 VST 大跌，領跌整個電力板塊。同時發生了什麼呢？3重打擊同時到來。宣布47億美元收購了10座天然氣電廠，市場擔憂債務壓力，
近2季度呢業績低于預期，基本面開始動搖。黃仁勳說 Rubin 芯片機價不需要水冷，市場錯誤的解讀為了電力需求下降。第3點是最搞笑的，黃仁勳的意思是新一代芯片的散熱效率提升，但是市場聽成了 AI 不需要電了。這就像這個特斯拉說新車更省電，然後電網公司的股價暴跌，邏輯完全行不通，但是股價就是這麼跌了。現實是散熱佔數據中心能耗的30%到40%，AI 算力需求啊只會爆炸式增長，電力需求根本不會下降。VST 當前的估值 Forward PE 只有15到20倍，目標價呢230美元，現在跌到了154美元。如果業績持續下修，那支撐位在150到180美元。如果基本面維持住合理區間啊，在這個180到230美元，這就是市場情緒化的本質。好消息可以被誤讀成壞消息，壞消息呢也可能會被過度放大。但是這對於價值投資者來說啊，這種恐慌性的拋售啊，恰恰是入場的機會。索菲科技的指引重估，為什麼是2026年的關鍵年份呢？索菲科技。股票代碼 SOFI 是一個有趣的案例啊。這家金融科技公司當前的價格被認為略高於公允價值，但是投資者呢並沒有着急拋售，反而在等待一個關鍵的時刻。2026年第1季度，管理層將預計發布新的多年期指引。為什麼這麼重要呢？因為管理層此前曾表示啊，2026年到2027年是這個關鍵增長年份。如果新的指引證實了這個預期，可能觸發估值重置。估值重置是什麼概念呢？就像一家小餐館突然被米其林評級，雖然還是那家餐館，但是市場呢願意付出的價格就完全不同了。但聰明錢的策略是什麼呢？等待8到10美元那個短期回調再加倉。為什麼會有回調呢？因為交易者和投資者是2種動物。交易者看到的是略高於公允價值就會獲利了結，短期制造波動，而這正是長期投資者加倉的機會。PayPal 被遺忘的這個逆襲，當基本面悄悄變好的時候 ，PayPal 是2026年最被低估的科技股之一。這家公司有什麼變化呢？基本面持續改善，管理層執行力變強，聽起來很抽象，對吧？但是讓我用人話去解釋它，就是 PayPal 曾經是這個支付界的霸主，後來被一些新興的玩家搶走了風頭。但是最近幾個季度啊 ，PayPal 開始砍掉不賺錢的業務，專注於高利潤率的產品，財務報表啊越來越好看。當估值顯著低估，低於公允價值的時候啊，投資策略是小額買入，等待回歸公允價值。這就像在這個跳蚤市場撿到一個2手名牌包，雖然不是最新款，但質量還在，價格卻只有原價的3折。接下來的一個投資機會啊，是這個比特幣和這個MSTR，9萬美元是生死線，是比特幣的代理指針。1月7日收了一個陰十字星，漲幅了2.4%。關鍵問題是比特幣能否守住9萬美元呢？守住等於多頭延續。MSTR 上行目標190美元，跌破等於繼續下跌，沒有任何懸念。為什麼9萬美元這麼重要呢？因為這是心理關口啊，加上技術位支撐的雙重加持，跌破這個位置，套牢盤會集中拋售，形成踩踏。但是有意思的是，貴金屬正在經歷大規模拋售。1月8到14日，彭博商品指數年度再平衡，白銀期貨約50億美元，佔總持倉的9%，黃金期貨約60億美元，佔總持倉的3%，將被拋出。這些錢去了哪兒呢？要麼流向比特幣，要麼流向美股。這就是所謂的資金再分配。當一個池子的水被抽走了，另一個池子的水位自然也就上漲了。本周五呢，將決定一切，市場永遠在講的故事，但是數字呢不會撒謊。本周五大非農數據發布啊，這是市場的一個關鍵變量。花旗預測，如果失業率飆升至4.7%，那1月呢降息25個基點的概率將大增。目前利率期貨市場定價2026年可能降息3次，遠高於美聯儲12月未圖的1次預期。那這意味着什麼呢？市場比美聯儲更悲觀，或者說更樂觀啊。當然，這取決於你怎麼看降息啊。技術面的關鍵位，納斯達克100，1到2天內啊，在這個620美元以上縮量震盪，然後帶量突破628美元，我們就看漲；如果放量跌破618美元呢，我們就看跌。標普500盤中高點6965點，接近上升通道上軌，支撐位呢6800到6850點，如果跌破就回測這個區間。VIX 呢小幅上漲，顯示機構呢正在買入保險，這通常意味着什麼呢？聰明錢在對沖風險，但不代表他們已經開始看空了，只是在這個為可能的波動做準備。那普通人如何在這場遊戲中不當韭菜呢？講了這麼多，你可能會發現啊，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呢？對吧？關係大了。房地產政策的變化，如果你是首次購房者，特朗普的政策可能會讓你的競爭對手變少，但也可能會讓賣家更難找。如果你是這個租房者呢，大型機構退出可能會導致租金結構變化。通脹預期 ，AI 基礎設施漲價最終會傳導到消費端，你的雲存儲費、訂閱服務費都可能會悄悄漲價。
就业市场小非农數據顯示，12月新增就業僅4.1萬人，遠低於預期。如果勞動力市場持續降溫，你的議價能力也在下降。資產配置，如果你手裡有錢，現在是選擇性建倉的時候，不是無腦 all in。等待低估值目標，耐心比這個衝動更值錢。等待低估值目標，耐心比衝動更值錢。市場從不缺機會，缺的是这个紀律。2026年的市場像一個精密的鐘錶，每個齒輪都在咬合轉動。表面上風平浪靜，實際上暗流洶湧。記住幾個原則：估值呢是一切再好的公司買貴了也是虧錢。產業鏈邏輯比宏觀敘事呢更可靠。不要聽華爾街講故事，要自己去拆解誰在賺錢，誰在虧錢。情緒化的拋售是機會。VST因為誤讀暴跌 ，PayPal 因為被遺忘而低估，這些都是送錢的機會。那紀律呢勝過聰明。索菲等8到10美元再買 ，Meta 跌破600再加倉，這些不是膽小，這是專業。最後呢，當市場修正來臨的時候投資者預期將會很醜陋。那些手握現金等待低估值的人才是真正的贏家。別問牛市還有多久，問問你自己，下一次暴跌的時候你還有沒有子彈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所有內容。我是老林，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